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独家冠名播出的《怦然心动20岁》，我是主持人大佐。在这个夏天呢，即将又有一批毕业生呢要告别自己的校园生活了。所以呢，他们即将一起开启一场毕业旅行。我们几位观察员呢，会在这个观察室春日小屋当中呢，一起来观看他们这场毕业旅行。这是一场属于2000年左右出生的人的旅行。他们在这次的旅行当中，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欢迎到的是今天的各位成员。第一位一起欢迎到的是宁静静姐，欢迎。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到的是阿娇姐姐，欢迎。Hello。萧敬腾老萧，嗨，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杨钰晴妹妹 Sunny。Hello， 大家好，我是Sunny杨钰晴。以及我们的李希侃弟弟。Hello， 李希侃，初来乍到，然后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多关照。我带来我最爱的康师傅茉莉茶，有不同的口味可以给大家选择。有低糖的茉莉清茶，清香淡雅；茉莉蜜茶，甜甜蜜蜜；还有新口味茉莉柚茶，既有茉莉的清香，又有柚子的清甜。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口味，然后喝一喝。清香开了，对，来，请。哇，我觉得新款的好好喝。我们今天因为这个节目就叫做《怦然心动20岁》，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20岁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然后20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那太离谱了，那不能随便说。我们先从希侃，你先来吧。我20岁的时候在干嘛？我20岁，不要撒谎。我20岁在跟99个男人就是爱恨情仇。偶像练习生，3年前正好。哦，我知道。然后再看一下李希侃的20岁照片。哇，绝了！怎么突然会有照片？不是在咬手指头吗？不是，但是在掐嘴唇的那个死皮。是被人抓拍的吗？不是，那肯定是摆拍啊，这个一看就是你摆拍要掐死皮摆拍。对。好，Sunny你呢？20岁。我20岁的都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感受宿舍生活，然后第一次一群人一起过生日这种。是这群人吗？对。这个节目是没火，但是这节目还没火呢。对，但在22岁的时候参加《创造101》火了。火吗？火吧。老师剪掉吧。火吗？自信点。就是比之前更有人认识到我了。对。是。老萧20岁在干嘛？我19岁出道嘛，20岁发第一张专辑。这些照片都不知道从哪挖出来的，能找到哪个是他吗？哇，等一下。哇，这个也太模糊了吧？这个有高清版的吧？你脑袋好小啊，你头好小啊，看上去他2.8米哦。2.8米。就这个比例嘛，又头小啊。静姐，我觉得你美死了，真的。美女。长头发。对啊。姐留长发吧，想看。你看那个时候我多洋气。静姐，你20岁的时候在干嘛？20岁的时候已经工作很久了，差不多是在拍第6个电影和第100多个广告。哇，别人的20岁，我们的20岁。对，我会比较早。其实阿娇出道也巨早无比。哦，他肯定的。哇，这个是我第1个电影的剧照，01年 Twins 才出道，这个是00年嘛。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会不会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过毕业旅行啊？毕业旅行？我反正没有过，我没有过。我有啊，我高中有啊。你高中的毕业旅行好玩吗？蛮好玩，就第一次跟同学住在一起，然后晚上就不想睡觉，因为想跟女生一起玩嘛。这是，来了，开始了。你喜欢女生长什么样？五官端正就可以了。你看我端正吗？非常端正。我要是那个时候是你的女同学，你会追我吗？我会。哇！静姐，你想象当中的毕业旅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没有毕业旅行过，但是我们有假期旅行，因为我们是美术生，所以要去采风这些。那么我不大喜欢旅行。因为可能没有我特别中意的人，所以我后来发现旅行是跟人旅行，不是去哪儿。对。好，这样吧，我们今天其实要聊这场毕业旅行的话，当然还是要关注一下他们的短片，然后来看看究竟这场毕业旅行是怎么开启的。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正式的开始今天的短片，来一起来看一下。开始期待了。厦门。哇哦！春日一般。他们也有本，就我们这个毕业手册，跟我们一样的耶。男女生要分开撕。哦，来了，这个人走路气场不大一样。哦吼！哇，眉眼不错哎。春日一般，学号B01。哎呦，蛮酷的。哎，有点像王大陆，对不对？嘴唇厚厚的，那种气质，那种样子。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会打架的孩子？对，有一点儿。看着不是特别好相处，感觉满脸不耐烦，有点不济的感觉，你知道吧？不关我事儿。哦，这是他们校服吗？我觉得好好看。哎，垮掉。这是男二，感觉比较阳光一点。不要把他定义为男二，好可怜啊。一般。干嘛？有。好了。哇，感觉一个可爱的，一个那种高冷的。哎，我觉得他们就好好啊，感觉好自然啊。行李箱。哇，完全没有表情。两个人都不打招呼的吗？其实不熟也可以不打招呼。坐。坐。哎，坐一起。哎，自来熟。哇哦，有点尴尬是吧？没事。先别紧张。我好紧张啊！还在安慰别人，自己也都紧张死了，叫人家别紧张。你觉得待会来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应该是个女生，已经有2个男生了。啥时候到的？早5分钟。哪里人？浙江绍兴。浙江的。对。你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暂时没想到。暂时没想到。
哎，你们如果碰见不熟的人会怎么样子？阿娇肯定是沉默吧？现在好一点，以前应该只是坐在旁边观察。我曾经给风过做一个黑脸女王。哦，可是我不笑的时候，人家也以为我在干什么。我也是，我也是。对吗？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想。对我同事都很怕我不笑。哇，你们3个人如果同时不笑，站在那我看一下。我想看。3、2、1。我们走吧。我不想录了，突然有点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待会女孩子来了，你会跟她主动说话吗？如果是喜欢的类型会，对。啊，我终于来了一个女生，是吗？啊，好看。画画的女生，画画的 baby。可以，这很清纯。放松。谢谢。气音打招呼。气音打招呼怎么打？啊，浮夸这男的。谢谢。要走过去了。哇，好可爱哦！好烦啊，这男的。你是对他有什么意见吗？真的吗？你觉得好烦吗？好烦啊！就你要看，你就这么看他就好了呀。如果他是性格使然呢？也有可能。对啊，这种是一种吸引女生异性的一种表现。待会女孩子来了，你会跟她主动说话吗？如果是喜欢的类型会。哎，你是哪人？杭州的，我是安徽的，离你们也很也近。蛮近。对。那你是哪里？我是绍兴的，对，绍兴。哇，这个脸绿的有点东西，直接跨过去。很近，因为我是杭州临安的，就过去还蛮近。对。那我们老乡要不要坐一起啊？要不然我让，我们俩换一个位置。没事。好吧。你们在哪上学啊？哪个城市啊？我在武汉。好远。我之前在墨尔本。更远。我在上海。上海和武汉不远。坐动车，我觉得应该挺方便的。因为我没有去过武汉。有空可以来转一转。他好努力啊！天哪，挺好的。其实他蛮可爱的。对他这个反差蛮好的。学号G02，兔子。哎呦，这女生特别好看，这女生。哇，大波浪哎！来了，女生。你看见了吗？请进。Hello，大家好。Hello。哇，这个班的颜值是不是有点高？
我学生时代怎么就没有遇到这样的男孩？哎，他有点喜欢，哎，我看出来他有点喜欢的眼神。害羞了，害羞了。别紧张。哦，确实是有一点。笑起来了，嗨。会有。哎呀，我坐这边吧，我这样跟你们说话好不方便，这样说比较方便。哎呦，哎呦呦，他不敢看那个女生。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是哪个？就上面有那个小头像。这个吗？对，你可以上去看一下。哦，这个是我。为什么？因为它有颜色，这个头发有颜色。哦。哎呦，哎呦，那酷酷那个男生蛮可爱的。哎，那我们就直接拿走嘛。哎，这个应该是你吧，对不对？就有一个齐刘海。我也不知道。这个。对哦，只有这个是有刘海的。你不拿走吗？还蛮会活跃气氛的，这4个人盘活的。这个是你。你要不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然后在哪里上学？因为刚刚我们说过了。你们说过了？对。你们猜猜嘛？是江浙沪吗？不是。还是很远呢？也没有很远。听口音也听不出来。那是北方的吗？对，我是北方人。哦，北方。山东的。山东挺接近的，但不是。北京。北京。不是。河南。好吧。那就先当个秘密吧。郑州，河南。郑州，河南。你怎么知道？配对成功。你怎么知道？猜的。哎，你为什么直接猜到了城市？哎，你猜的不是城市。因为河南我就记得郑州。对。真的直接猜对了。哎，通电了，他的眼神啊，真的很厉害。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哎呀，后面来的人好幸福啊。对，感觉已经没那么尴尬了。对。哦，这个是酷的。这个会不会更酷？哦，运动生，肌肉男。哦，就他，就他。他怎么了？就他是我的最爱。你的最爱？他是我的最爱。你的最爱？真的吗？你喜欢身材？你要跟他表白吗？他有对象了，他的对象就是刚刚那女孩，就那个郑州那个女孩。啊？那我们还要看吗？真的假的？不，本季的结束了。不是，但是我说他们俩都说了，他说可能是骗人的，但不太可能，他们的眼神告诉了一切。哎，不是。肯定观众会好奇，为什么那个伞令都见过？是因为我们后面一些设置当中，伞令提早跟他们去参加了个环节，所以他之前就见过所有人。对。你说接下来出来的这个男生跟女二，是你觉得已经一起认证的？但我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你等一下，马上要反转。好，我们继续看啊。看吧。看一下他们俩眼神，快！哇，这男的，面壁思过，有意思。你跟他打个招呼吧。嘿，兄弟。啥呀？真的，其实感觉更适合。随便找地方坐。好。哦，肌肉男都是这么打招呼的。哇，他会不会直接坐在女生边上啊？看他们俩的眼神交汇一下。哎，你好，什么意思？哇！等会儿什么意思？好厉害！等会儿什么意思？哇！改变了。挺好的。你别笑，不是你的。
你刚刚进来不说话，我们都不敢讲话。你是学体育吗？还是你健身啊？所以给你放这个。我健身，喜欢健身。怎么男生你也不跟人家讲话？多聊一聊。你进来他们都紧张了。你俩没有一个人要坐到美女旁边吗？哇哦！哇！这个剧情我喜欢，这个剧情好玩有意思。你看人家多主动。小丑竟是我自己。唉。哇，这是有点酷的。猴。大眼睛。还挺好看的。好不公平哦！真的好不公平。他只能选2号喜剧人。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我叫阿猴阿姐。等一下，先坐啊，先坐。你怎么这就开始自我介绍了？先坐啊，先坐。我得先自我介绍才能坐。不用，先坐，都没自我介绍。我们都还不是特别了解对方。对。不是吧？真的，快点来坐吧，快点。不，我叫阿猴阿姐。来了一个倍儿清楚的，根本不听指挥。我叫阿猴阿杰，因为我是彝族，对，然后你们叫我阿杰就行。好。然后我是江苏大学法学院毕业的，然后，等一下我太紧张了，然后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你不给点反应？好。在录。这个女生很有主见哦，有很多男生不喜欢呢。学法学的。然后我前几天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我要来这趟旅行，所以我做梦就梦到了一个寸头的男生，就是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旅行。寸头男生是你吧？对，因为我的理想型是头发比较短的男生。这被发现了。我来这个旅行是因为我想让我自己的大学4年有个圆满的句号。很高兴认识你们。这本子拿一下。哦，对。哇，他如果不跟那个男生坐在一起，自己再另坐一个地方。我做梦就梦到了一个寸头的男生。你看，他的视线有问题。小丑竟是你。算了，可惜。他还是蛮会做人的。对。我想坐右边。谢谢。你要换右边吗？我没有感觉。OK。那个哥们儿是寸头吗？对，他是寸头，我看见了。他是啊，你看的是上面那个啊。我们说的是他。哦，他是你是寸头啊？我寸头。哦，这主要戴个帽子，我也不知道，对不起，不好意思。那如果上面是那个你会换座位吗？是不是要坐到那边去？我不换，我觉得还不错，挺好的，我们就是挺好的。那就好。哄小孩一样。还有一个男生，精彩了！哇，那不就是有一个人会很孤单，对不对？对。这种感觉，商务精英吗？理工男吗？来了。哦，这不寸哎。不寸。
啊，怎么了？啊？你怎么不做介绍呢？正常人都不介绍。正常人都不做，进来啊，真的？只有你，他只有他一个人做介绍。对啊，人都没齐，你介绍了他就听不见。对，他没听见。你待会儿还要再重新再做。我不介绍，你自己猜吧。你自己猜吧。啊，我真的以为你在整我。你的本子拿一下。你本子拿一下，在那边。哦。画的是我。这是第7个人啊。对，到齐了应该。春日一班的各位毕业生们，你们好！现在坐在你们身边的就是即将一起毕业旅行的伙伴。从此刻起，你们将经历一段奇幻而冒险的旅程。每晚撕开毕业手册，来查收第2天的惊喜日程。每天，你们还可以用手里的录音笔，给一位异性伙伴录制心跳留言，只有他才可以听到哦。接下来就请大家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吧。你们对他们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哪些是特别有印象的？那就应该是第2个吧，王振卓。对，他比较活跃气氛的那种，但就是大家没有太大的兴趣的一种类型。就是炮灰型的是吧？可以这样说。就是那种一直会留在节目里活跃气氛，但拿不到成团位的那种。我好惨啊！你这样形容，真的代入感好强啊！扎心。是吧？静姐呢？你刚刚记那么多，记了啥？就是刚才那个阿娇说那个男生，我觉得蛮可爱的。他起码他整个气氛他在活跃嘛。然后你要说长得比较喜欢的，可能是第1个男生。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喜欢这种阴兮兮的男的。阴兮兮。妙啊！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老说，他们说哇你好傻，这个人他那么阴，怎么，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这种阴兮兮的，因为我这个人有一点猫性，你知道吗？就是我喜欢你撸我的时候，你就撸我一下，但是我不喜欢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烦。所以我不喜欢有一个人很热情，我也是，一直很热情，我很难过。而且小的时候，一个是那种就是很高冷的，然后挺酷的，另外一个是整天笑嘻嘻，然后打篮球很温暖、很阳光那种。我觉得应该都会喜欢那个酷的吧。可是酷的常常往往他什么都不会。他会那么多干嘛？他会喜欢我就好了。他们说男一长得像山下智久，男二长得像低配版的木村拓哉。木村就算了，对，但是后来来那个有点成熟，趋于成熟，整个人感觉 over 30的感觉。女生我觉得现在看起来都还蛮好的，而且每个人个性都好鲜明，我觉得好棒。然后男生的话，寸头也不错，然后第1个那个不错，对，就神秘感是有的，不要像2号那个输出太多。好惨。萨妮呢？你觉得呢？马文轩是我的最爱。为啥呀？就是他本人特别有少年感，就是一看上去就是很有活力的一个男孩，很阳光的。来，我们一起往下看。你们剩下的都介绍了吗？没有，我们都没有。行。这长头发女生，看一下她们眼神。坐上经济舱，来到这个地方，哇，这么多帅哥美女，让我这小丑确实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叫董晚辉，北京人，今年22，刚从伦敦的国王学院毕业，就是研究生。哦，难怪才有那种。他是研究生毕业，之后本科是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平时喜欢听歌、打游戏。我也喜欢。之后为什么来这儿？就当时觉得没跟陌生人出去一块旅游过，觉得特新鲜。完之后就来了。谢谢。这是一北京人，北京人，呜噜呜噜的，他说话。呜噜呜噜。然后是，他说，那个他说过了。Hello， 大家好，我叫马文轩，小名波波，大家可以叫我马波波。
我最大的爱好是健身打球。其实我还有2个特长，第一个是我可以2口吃一个汉堡包。我绝了，深渊巨口啊！你嘴这么大。我还会动耳神功，看到了吗？好厉害！这有什么好炫的？这有什么好炫的？你看，太年轻了，太年轻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其实离开家这么多天来到这边旅行。出门之前，我爸妈特地嘱咐我要注意安全。但是我看到今天各位大家都挺像好人的，应该挺安全。我以后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工作，然后就挺迷茫的。但是能跟大家一起来度过这次旅行，还是蛮开心的。希望和大家成为好朋友。谢谢。这个男孩还是蛮好的。对，他还蛮可爱的。是不是该我介绍了？对。他长得好好看。大家好，我叫张浩鑫，是一名来自上海大学戏剧影视专业的毕业生。快，眼神。就我是一个想法非常多的人，我想过当个作家，成为一名翻译，还有当个老师，其实都有想过。我呢，之所以来到这里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旅行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想通过这次毕业旅行，然后好好的告别一下我的学生时代。对。好。哎呀，这个微笑。这个男生喜欢他。男一肯定喜欢他，都不敢看他。我有个小名，就是可以叫我牙牙，就是牙齿的牙。对，就我小时候的兔牙比现在还要明显，就是这个，对，就这个牙齿。好名字。因为这个比较好记嘛，应该。笑得好甜哦。波波雅雅，是不是很配？你是希望雅雅帮你实现跟波波在一起的梦想？对，是的，是的，雅雅加油，去吧。大家好，我叫朱菲尔，然后大家之后也可以叫我飞蛾或者鹅，就是鹅的那个鹅，因为我朋友都会这么叫我。哎，看他向往的眼神。他好像真的挺喜欢这个女孩。然后我的话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然后目前已经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所以其实我还要在学校再待个2、3年。平时我最喜欢的是刷谐音梗笑话，然后是不是要讲一个谐音梗之类的？对，谐音梗。讲一个冷笑话。就是如果你们用台湾腔念出这样、知道、耳机3个词语，就会得到一副降噪耳机。降噪耳机。降噪。好。好冷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样台湾都会讲降，知道噪降噪耳机，什么鬼？好无聊啊！哦，所以叫降噪耳机。对。然后我是小时候有报蛮多兴趣班，但是都没有学会，就是大家都上了大概几节课，然后我就跑路了。对，然后所以我还蛮遗憾，就如果在这个旅行中就有机会接触乐器，然后学首歌，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就希望跟大家在这个旅行里可以度过很美好的一段时间。谢谢大家。他其实长得有点像那种传统的那种乖宝宝学生的那种感觉。对，他有点像呆头鹅。不过我觉得女生都没有特别安静那一种，就不会有顺着南方的那一种，我觉得都蛮有个性的。哎，我准备了一支笔，我要把我名字写在上面。王振卓我叫王振卓，正是正方形的正，卓是左右的卓。今年22岁，现在呢也是一名毕业生，就是17级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我之前学的是机械与电子工程一体化技术，然后现在学的是那个市场营销管理专业。我可以通俗的讲一下，就是之前磨锤子，修那个洗衣机，然后现在改卖保险了。
为啥换专业？是因为太难了吗？啊，不是，就是你知道学机电的，我们班有2个女生，但是我们班已经是我们整个学院女生最多的班级了。哦，明白了。要不我也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以后当大老板，想想做梦都可以笑醒。我在大学里有一个乐队，就是哇，你是主唱？键盘加主唱。哇，你太牛了！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还行吧。太谦虚了。你们大家没有唱歌好听的吗？没有。那还行吧。我是学音乐的啊，我是学音乐的。安人弄辅导的。你学音乐的是吧？但是我唱歌一般，我不是学体育的啊，我不是学音乐的。尴尬了。哎，我也喜欢打篮球，以后有空可以切磋一下。OK。然后就是，如果你们大家想学乐器的话，可以来找我。我其实对男二印象还挺好的，我觉得是现实生活中会成为哥们儿，对，会成为朋友的那种。你说那弹冬不拉那个吗？那不是冬不拉吗？对，尤克里里。哦，那个莉莉。我要赵天昊，然后叫我恐龙就好了。恐龙啊，好记。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叫我恐龙。为什么呀？可能长得比较像吧。然后之前是学的在墨尔本 MIT 学的金融专业，然后现在是转到了西餐料理，南大学西餐料理，因为我比较喜欢烹饪。喜欢做饭是吗？是。哇，最帅的厨子。不是，应该是谢霆锋吧？那我觉得他更帅啊。这次来参加这场旅行呢，一方面是算是给自己之前那20几年的青春写上一个句号吧，然后另一个方面是已经快2年没有谈恋爱了，谈场恋爱疯狂一点的，对。疯狂一点，他想疯狂一点。谢谢。我感觉他内心有一团火，哎。对。我觉得他很清楚知道他爱的这种东西是什么，是因为他从一个金融专业彻底转到一个厨师，对西餐专业，跨度太大了，我天！我小的时候就想找一个厨师当老公，真的，但是没有这么帅的厨师啊。是不完了？完了吧？我叫阿杰，我叫阿侯阿杰。所以您贵姓？我姓阿侯，我叫阿杰，你叫我阿杰就可以了。阿豪阿杰，名好好听的。哎，你们可以先把名字都写上去。不是，好丑啊，我的字。我觉得没有人能定义我。对我来说，我最骄傲的就是没有活成别人眼里我应该成为的样子。我一直相信生活是充满阳光的，我希望自己的眼睛里充满希望。处在毕业的交叉点，被理想和现实交杂着，这是一条无论怎么做怎么走都是在成长的路。从前的我只用穿梭在教学楼里，现在也要整装待发的去为生活而奋斗了。我的20岁里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没有荒废自己的学生生涯，用2年的时间读完了本科，1年的时间读完了硕士。当个音乐老师，开个自己的健身房，谁知道？我相信我能找到自己的下一步路，该往哪边走。那我们都到齐，是不是可以看这个了呀？春日派对，巴士选座，巴士选座，海岛花园。你们将乘坐春日巴士前往旅行的第一站，男生女生挨着，请男生拿着自己的头像逐一上台。应该就是那个。我天哪，那得可能会重新洗牌啊！哎，这个难道不会抢人吗？我都想抢了。那你想抢谁？想谁？快点告诉我们。要再进一步认识，要再进一步。哦，那你去吧。哦。哇，我第一个站起来了。哦，就是你上去，然后你就可以叫我了，是吗？给你个眼神。对，那你这说的，他要是没叫你，别尴尬。双向的那种。双向的是吧？就是你们还不一定同意是吧？
有没有想学乐器的？他都说要，你得自己选。你邀请了。哇，女生，你赶紧邀请啊！你说呀。我要邀请是吧？你猜他邀请谁？阿猴阿杰吗？我觉得是鹅。朱菲尔，朱菲尔。啊，菲尔。啊，你要教我弹琴吗？对。你愿不愿意坐我旁边？你愿不愿意坐我旁边？不愿意。哦，我觉得他有点不愿意。好，那你要把我教会。哦，可以。好啦，哇哦，哇，没错，你看。哦，没关系，你有我，波波。啊，这也太简单了吧！哎呀，刚才好紧张的，我怕你拒绝我。不是，我心地很善良，我是不会拒绝你的。拒绝我就太尴尬了。你居然没选我，真的很伤心。真的吗？真的。为什么？因为我本来以为你会选我，因为我们是同桌。刚才他说他想学音乐，我觉得选他拒绝我的概率不是很大。太伤心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记仇了。哎，因为我上学太紧张了，知道吗？哦。太紧张选错了吗？没有。完了。哇哦，修罗场，天哪！哇，没有。哎，还是少说话了，少说话就不会说错话。我觉得年轻人真好，因为以往这样的节目到这个环节啊，就真的有点，就感觉特别严肃严重。就他们就是开玩笑的，互相开玩笑，过去了，就是无所谓，然后聊聊天都行。看过去了。雅是吗？对。好，自己贴吧。好快。闷声做大事儿，天哪！那你俩呢？咱俩现在是多了一个男生。我不是很尴尬吗？身上那个。哎，你们俩一起上去，你们俩 PK 一下。啊哦，他就是总有一个小丑。来吧。然后是你选嘛，然后是我选，你们先邀请我。就要看谁比较有诚意了。哎呦，感觉她是一个很有占有欲的女孩。对。你先，我先。你先。OK。我是寸头。这没了。因为我喜欢寸头。那还选什么呀？那你就单着吧，选高的。我1.93米。那你多高啊1.83米。那我就下来了。我选谁呢？他肯定选寸头。这真的是太帅了。喜欢，我喜欢寸头，太可爱。没事。没有。记仇。你是不是天蝎座呀？我水瓶座。你什么星座？我天蝎。哇，你是？我也是天蝎座。你也是天蝎座。两只蝎。那你们生日很近吗？不知道哎，你什么时候生日？10月29号。10月29号。我们俩同一天生日。天哪，天作之合是吗？哎，真的，我也10月29的。对，10月29，我99的。我98的。哇，好巧啊！哇，可以一天过生日哎。哇，磕到了。
不在一起就很难收场，你们两个。对，确实。那我们现在干嘛？你弹一个，要不然？对，你弹一个吧，没啥事儿。好。春天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清新脱俗的带着诗意，你最点暖心，高雅感觉好美丽，哦，好美丽。我们就是因为这首歌，所以我们才想到要叫萧敬腾来聊一聊这个节目。所以没唱我的歌就不想找我了，这太现实了吧？Cause I miss you too much. Don't wanna play cause I'm out of luck in this town. Can't stop thinking I'm to blame. Caus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one. The distance killed the burning flame. And I can't stop myself from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3 words can't fix us anymore. 哦，第一次看这种综艺嘛，然后就真的全程姨母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青春，不像是我这个年纪的啊。你跟他们同年啊，你98年的。没，但我心态比较老成。不要装，在我们面前装腊肉，是不是？挺害羞的，挺害羞。就是因为这次是一个毕业旅行，其实我通常把这个时候叫做最好的时候，就是刚刚就是要毕业，然后马上要步入到社会。你们会有过这种迷茫的阶段吗？一直都有。现在还在迷茫？现在好了，现在这几10年好了。那个时候是啥样的情节？是那个时候什么都敢想，我要当兵，我要当警察，我要做战斗机飞行员。哇！但是一直没有缘分了。你们都有过模糊的地带吧？有。当练习生的时候，因为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道，就在我们那个公司有练了8年，然后最后就是回去当音乐老师的这种例子。我听说过。然后就会比较迷茫，然后在想说要不要坚持。我相反，我觉得就是之前还没有那么多人认识到我这个人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就你勇敢闯就对了，你也不用去害怕或什么的。因为就是当你走到1了之后，你要怎么往2走，往3走这些事情，突破自己。对，近期会是我比较迷茫的时候吧。哎呀，这个车子好可爱啊！巴士。天啊，它上面还有卡通图案，还专门画了滑板。我们让暑假开了。那我们坐第1排吗？就第1排吧。那我们还是第2排。应该是这个。出发了。出发啦！这多气吗？一个个。各位旅客朋友们，现在我们去一个码头，有点像导游啊。还真的有点像导游的感觉。好喜欢这地方，好喜欢这地方。我喜欢有海的城市，因为我挺喜欢海。但是我们那边，我小时候的就是出生长大，包括后来上学的地方都没有。我真的好喜欢海边。对，你真的是10月29号。我真的是10月29号。天哪，真的好巧，我们俩真的同一天。哇，这个真的太巧了。好可怜啊，一个人在后面。可怜。所以你今天就要一直戴着帽子吗？你不热吗？不热。你看他已经开始要求他摘帽子了。你是觉得你对你的发型不满意才戴帽子，还是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是设计的呀。哦，就一个打扮嘛。所以你摘了帽子也挺好看的吧？头发。就短的嘛，干净一点，稍微利索一点吧。那你就觉得他很不干净？没有。我觉得他们2个画不在一起。他们不是一种人。对，不是一种人。
你还好做吗？啊呀呀呀呀吗？我麻了已经，没感觉。麻了。你看他，你看会不会那个坐姿？不行了不行了，委屈巴巴的。委屈巴巴。孤独弱小可怜。腿太长了。你锁定就横着坐吗？横着坐吗？那就随便啊。我躺下吧。啊，你真的好高啊！我真的太对不起你了。你下去还蛮开的。嗯。所以你在外面待了多久啊？我先在美国波士顿待了2年，之后大学毕业了去伦敦了。那你还是挺厉害的呀。我不是特别喜欢社交，我发现他真的跟生人很内向，感觉。然后我的生活就基本上每天中午会出去爬个山、钓个鱼。我好老年人的生活。哇塞，然后就下午自己买个菜，因为我奶奶有时候会来我家，然后给她做个饭。太棒了，真的好厉害。哇，外面好漂亮！我们现在要去坐船，在路上坐着，不尴尬不尴尬。哎，你俩转过，你俩转过。好青春啊！这我也下不去。Hello。哇，好漂亮！哦哦。外面好好看啊！哇。哇，好漂亮！帅哥，有点像。你真的很像导游，他真的好像导游。来，大家看一看，看镜头，看这里啊！导游，我们下一个。大家都高兴一点啊！然后马上要到上鼓浪屿了。他就专门炒热气氛。对他气氛组，气氛担当。可是他就变工具人了，我觉得。好，看到了。哦，妹妹。哦，好好看呀。臭美一场，兄弟们，站起来！终点站鼓浪屿安休检查场已经到了，上船的乘客请康桥脚下。我们到鼓浪屿了，我们现在在上岛。我们要选个班长之类的。我们可以一天换一个。第一进来的是他。那我当吧。好，我当。鼓浪屿上的环境真的好好呀，就应该搬个躺椅晒晒太阳，再来一瓶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清茶，淡淡的清香，放松、舒缓、悠闲品味。他那是被箱子推着走了，被带跑了都。带跑了。哇！天哪，这个太美了吧！哦，很好看啊！哇，绝了，太好看了。他们住这儿吗？对，他们住这儿吗？鼓浪屿上的老房子。哇，好幸福啊！真的好快乐。怦然心动，20岁。我对这个房子怦然心动了，真的。那我拿那个小的吧。好。这边。旅行第一餐，7点前回到民宿。这是我们3个人，是101。哇！太好看了，好温馨啊！哇哦！天哪，好好看！我可以睡这个吗？也可以。那我们是怎么分呢？怎么分都可以啊。我想住这个。可以啊，可以，我无所谓。我也无所谓。那你俩无所谓怎么办？必须得有所谓呀。她是公主，我发现。所以脑补直接要不然。可以。那个输的人和他一起住。可以啊，可以。什么？为什么赢的人跟他一起住？好的。她是公主，我发现了。好，迟到脑补。那我和你在这里啊。
在这边吗？这里。哇，哇，还挺牛啊！这是个球。来尝一个，尝一个。哇，好快乐。要不要去看看那个？走吧。他们要2个人睡一张床吗？这样要是我宁可睡地板。我也是。对啊，不要踩到我就好了。那我先练一下。可以。OK。那我也练一点吧，要不？那好，那我们俩可以一起行，行。那我们是不是现在要出去逛了？要先讨论一下，就是待会儿大家去哪，然后分组是吧？好，分组。那我去逛海边，有谁跟我一起？哇，因为我记得之前，然后不是有一个女生，然后有讲说她很喜欢有海的城市吗？对。我喜欢有海的城市，因为我挺喜欢海的。那我可以一起。好。你好高兴啊！我去海边。那我们3个去海边。海边3人组。我卖唱。暂时去唱歌赚钱。也可以。不行，我们俩去唱歌，你们俩一块走。他已经在安排他了。我去岛上就是逛逛，就是逛店。 OK， 也行。我开了。他歌其实还应该更新挺快的。你是不是感兴趣了？哎呀，这什么眼神？有一点。连买书课都有。那你跟我们去唱歌吧。那我真的拎着这个出去吗？不是，他跟你一块拎，他跟你一块拎，他要去唱歌了。那我们3个一块去。好。你看安排过来了。哦，厉害！他估计就是在车上聊的挺白的。把他安排过来了。我们现在出去了。走吧。走吧。菲儿，这是康师傅茉莉柚茶，你尝一下。这茶很好喝哎，里面有茉莉的清香，还有柚子的清甜，爱了。走吧。我们去海边到底能碰到吃饭的店吗？那一块应该有一些美食的小商铺之类的，可以买些小吃。好。要不你走右边。行。我习惯走左边。好会啊，天！他们俩都不讲话的吗？男的太安静了。对。妈呀！要不走慢点。对，要不走慢点。天要黑了。是。晃悠。我觉得现在他俩是最稳定的，目前。对。 No， 我没看出来。我觉得这会儿好冷。你冷吗？等下。这会儿比刚刚凉了，有没有？我这，哎呦，外套上面挂着。你好好穿着吧。好冷哦。那我们就在那吧。在前面吧，这边人太少了。哦，那也是。我们这边。哦，那边开始就有人了，好像。你们没有发现吗？然后他就一直拎个音箱拖在旁边。他好孤单啊。工具人。工具啊。第一首是阿卓献唱的莫文蔚的《忽然之间》，我们掌声欢迎阿卓。忽然之间，天昏地暗，试着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明白，觉得他好可怜啊！你的爱太熟悉你。那你来录，我也想唱。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可以哈。我们应该不着急回去。不着急。你这咋做呀？这咋做？我也不知道咋做。你看，你把我垫外套垫下面。那把我这外套垫下面，还挺绅士的。谢谢。没事。你要不一人做一半？没事，你做就行，我不怕脏。但他递给他，他不帮他铺哎。啊，要这么周到吗？嗯，我这个男的那就不酷了呀。小女孩一拿到衣服就开心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海边边散步之类的。哎，其实很少碰到会很喜欢学烹饪的男生，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对烹饪从小就挺感兴趣，然后但我爸妈之前就一定让我学金融，就抵抗着父母的反对，然后又去学了学了蓝带是吗？对。哎，那你做的好吃吗？必须有点好吃呗。啊，好吃。反正。有机会做一次。有机会可以，肯定好吃。这个男的还蛮句号的。对。什么叫句号？他很容易把话聊死。哦，你们管这种男的叫很句号。我要是主持人采访他，我想捏他。What？ 那我就喜欢这种。就我能感觉出来，就感觉你就是会喜欢那种很慢节奏的生活，是吗？对，就一切都是很慢的，然后我也不用去为什么东西去苦恼。聊起来。就比如说我要去买一样东西，需要花费我1年的时间去买，我不会。你就宁愿不要？对，我宁愿不要。我这1年我可以干另外更多快乐的事情。哎，那你要是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也会这样吗？喜欢的人不一样，对。啊，我长到大还身边没有遇到跟我同天的朋友，哎，我真的想到这件事就想感叹一句：同年同月同日啊！真的不同年，同月同日，哇，真的太巧了。就一个微笑。还有很多句点。对啊。够了。我可以躺一会儿。你躺。特别清醒。嗯。特别清醒。我觉得恐龙还是蛮喜欢雅雅的，喜欢，只是不会表达。不会表达。你等我一会儿，我去用那个录音笔。对。那我也去吧，刚好一起。他们要用录音笔了，因为这个录音笔可以随时记录。那肯定是录给那个女生听的吧？怎么说呢？今天这一天还挺开心的，没有太熟悉。今天就是也是这次旅行的第一次留言，就想要留给你。好，就这样吧，拜拜。我是张浩鑫，就是洋洋。哎呦，走得好狂啊！我的天。我们要不然去买饭？好啊。你冷吗？你不穿外套？这上面有，等一下会不会脏？哦。这你要说录给了别人，我都不信。是。不
脏。你喜欢走左边是吗？我喜欢走左边。哇哦。我们是第一个回来的吧？应该是吧？那个音响还没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换衣服啊？一会儿。嗯，你可以先去换呀，你会冷。好温柔哦。我们往那个里面走吧，就是这家店，待会儿再去买吃的。哦，我想看这一组。这组也不配。几几年了，还有这种姓氏，就是，哎，看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姓。他们姓什么我都想不起来。我觉得应该没有阿杰，他的姓氏应该没有。但说不定有阿有。有阿。他先说那个女生那个名字阿杰。我们要不去混混吃个店？混混这个吧，这个。要不就一个这个，然后海底煎一个这个吧，招牌吧。啊，招牌就这两个哈。开始尴尬了。那个民宿里应该是没有厨房的吧？没有。好慢哦。我对他有点冷啊，真的。对他有点是。那心思完全不在这里耶。那你就是对他们印象怎么样？你先讲男生吧。我觉得都还好，除了恐龙是有点慢热。慢热吧。他主要是比较活泼的。他真的就是好活泼，我感觉他像是就是超级有活力的那种。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我女生的话，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叫什么阿杰，长得有点像混血儿，就是他眼睛鼻子。对对对，他好，他不是那个少数民族，突然苏醒。所以我觉得王振卓他看起来像是就是会吃很多，然后也不忌口，但长不胖的人，你知道吗？他们一直聊其他人呢，他避开聊对方。要不买个主食，然后给他们带回去。谁不吃海鲜吗？那个那个20多块钱。对，然后要一个海参的。嗯，好的。明天不知道要去干嘛，还挺期待的。那你明天会跟谁一起去？我八卦一下。如果说选不到你的话，我会选阿杰吧。阿杰。啊？你刚刚说为什么会选阿杰？就是他，哦，你们是不是今天一起做那个？对。反正至少会听到心里去，然后会长个小刺儿。哎，那你帮我认一下。那我去。那我测试。好 ，OK。他要拿什么录音笔吗？哇哦，哇哦。哦。你要换右边吗？我没有感觉。我说选不到你的话，我会选阿杰吧。他们俩一直在互相试探，一直在问。我是哪里？朱飞啊，你愿不愿意坐我旁边？就想找一个人。来，坐在他旁边。我拿着吧。我做梦就梦到了一个寸头的男生，会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旅行。这被发现了。对，因为我的理想型是头发比较短的男生。那你要把我教会吗？啊，可以。啊，这也太简单了吧！哎呦，这对我就太尴尬了。
Hello，我是波波。哇哦，奇怪，他们青春期都不长痘子的，皮肤都那么好。跟你住一点好奇怪。 20多岁了不长了，怎么不长了？到现在还长呢。我们先跳过青春痘的问题啊。好的呢。哇，这个录音确实挺刺激的，就要万一我跟你在一块，结果我录给了另外一个人，就很尴尬。不是现在，咱聊啥呀？不是，我都不知道吃饭一会儿能说啥。我发现啊，这是女生是话题制造机，是，确实是啊。你看那女生那什么阿杰，和那个，哎呦，我忘了人叫什么，好尴尬哟。好尴尬呀。牙呀？不是，那个乖巧的那个，那个乖乖女啊，猪。尬住了。明显他们心里就没有这个人，对，不感兴趣，所以记不住。哇，你是买了好多一模一样啊！送鞋让他走开吧，应该是。折了。干什么？来谈恋爱就要忘掉呀。前女友，好的，有话题，来。不敢说，我也戴了一个前女友送的帽子。他也戴了一个前女友送的帽子。就前任送的东西，你们会选择留在家里，还是会选择就扔掉它？看它多贵。对，如果送的是房子的话，那更加不会，租着吧。但真有人问过我拿回去。哦，这什么人呢？我没给。你没给？没给，凭什么要我还？我也胸不小，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回忆吧。就你无所谓，放在那边，你看到的时候不我会。也不讨厌那个东西。但是你的现任会讨厌你留这些吗？他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他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一直就是有一个东西是我真的是，哎，我有一个娃娃都20好多岁了。他刚一说，我在想那个娃娃不是我买的。当时我要一个那个小洋娃娃，他就送了我一只猴子。我当时就不开心，可是我还是把那个猴子一直放在家里，它是我最老的一个玩具。可是我也没有勇气扔它们，可是里面也没有爱了，只是有一个突然的记忆，就是一个回忆嘛。那我们来问一下，老肖谈过多少次恋爱？3次。我大部分会说大概4、5次吧。大部分，但是我加岁的几个岁的，就是在一起没那么长时间的。哎，我想说一个点，就是男生会把事实加倍，是这样吗？女生会减法，男生会做加法。譬如说，你拍过多少次拖？可能1次，他会说5次。啊，但事实上是没有的，是吗？没有那么多，只有1、2次，会掩盖自己可怜的那种感觉。那个吹牛，会。李希凯是不是觉得我会不跳过这个问题？不，我不觉得你会跳过这个问题。我想想，我估计差不多就6、7次。6、7次。帮我删掉，谢谢。还蛮厉害的。就在练习生之前谈过挺多的。哦，对，练习生之后就不能了。所以练习生是在练习谈恋爱。不，练习生在练习唱歌、练习跳舞那些。算了，就不揪他了，不然要解约了。他已经能把自己能说的、不能说的全说了。对，他现在头发都在抖。对。但是我觉得谈恋爱其实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它跟次数不重要。就是你享受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你现在快乐吗？我快乐。哦，好。你没有从他眼睛有泪光的。你们去哪里了？我们去海边了。好玩吗？很冷。波波人怎么样？
人很好。但第一天录心动留言其实还蛮尴尬的，因为确实是不知道。你看，他确实是不知道怎么选哈。对。你是不是很明确？我没有，你看他跟我们俩说过话吗？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一天都莫名其妙的就被安排明白了？是因为你们就是座位也坐在一起，关键是我们俩是同一天。还好，挺不错的。你别说了，你就是嘴角已经咧到了这里。没给你留一点余地。不要锁死好吗？不要锁死。不用锁死，就是你之后如果有别的转向，我也尊重你的选择。但是现在就是 CP 粉，他有自己的想法。对，就是我们就是 CP 开始了，已经开始了，这就开始了。天哪！磕什么？我听不懂。CP 就是你觉得他俩同框特别配这种，然后怎么样？就是会觉得哦，他们有那种粉红泡泡的感觉。然后你心里就会把这两个人安在一起。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当时那个班长刚说去海边，我还在想，我都没有。是因为班长说去海边的时候，他一直看我，然后会站那儿。哎呦，原来是这样子！救命啊！我发现阿杰很会试探哦，而且他试探的很自然。可是他有目的的。对，你明显感受到他有目的。今天我占了，好吧，我取个名字。哎，取个名字，对，他叫什么？我叫张浩鑫。哎，他你看多主动，很多积极。兴隆 CP， 那你们就叫生意兴隆吧。到时候一有事儿，我们俩就生意兴隆。别考。你们录音笔都录完了吗？录完了，我也录完了。但万一发现没有人给自己录，然后我跟你们说啊，那岂不是很尴尬？不要尴尬，假装啊，你就说好的，我知道了，可以就行了，对不对？走吧。来，各位，接下来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来猜测一下今晚的我们的心动留言的走向。那一会儿呢，我会拿一瓶我们的康师傅茉莉清茶，然后呢，在我们的桌子上呢转一下，瓶盖指向谁，谁就是今晚的执笔人，帮我们到黑板前，然后画出心动的连线，好不好 ？OK， 来，要不然静姐你就直接转了吧。不，你们转，我的力气不大。我转，你转，你转，开始。哎呦！你呀，你呀，就是你，是我吗？对，是你。去吧，静姐，天选之女。我去吧。你们有没有特别想要的人？没，肯定了。就跟了他一天的。就恐龙一定会给牙牙。这个给第一个。对，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双向。我觉得不一定哎，你知道吗？他今天有2个女生不是一直在那说锁死嘛，就是磕他们的 CP 嘛。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锁死。他说我是独立的那个。对，不要锁死。对。我觉得雅雅还是会给波波的吧。如果不出于礼貌的话。我觉得雅雅还是给班长。而且你看那个牌子，把他们搁这么远，肯定有鬼。你看这个牌子，一南一北，肯定有鬼。有鬼。我觉得雅雅还是给班长。要不我们就给班长吧，就让他们互相相互一下吧。我觉得是。哦，那好吧，这么多人都给他。我觉得波波有可能会给那个阿杰，阿猴阿杰。我在看他提到阿杰的时候，然后嘴角都在上扬。阿杰，他肯定会给他，这个我也是赞同的。这个关系太复杂了，在约会在想着另外一个人。没有，他本来就没有他其实没有表态清楚说他选谁。现在也没有确定。他只是说就大概就每一个都大概率一下吧。阿虎阿姐应该会给晚辉，会给晚辉，我觉得。
对，就是刚刚坐在那个车上的时候，对，有种关心的感觉，对，一直有在对，问他应该会给那个男的。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可是那个菲儿很难说哎。很难。菲儿真的很难说。但王振卓应该会给菲儿吧？刚开始，然后就给他弹吉他，然后就一直在，对吧？然后也一直在看着他。是，我觉得振卓跟谁都可以。应该振卓跟菲儿。来了不？只是这个女生很难选。这个女生真的很难选。晚辉，晚辉。晚辉不会给他吗？晚辉估计不会给他，我觉得。晚辉不会给他吗？晚辉不太会，我觉得他们现在不太会介入到这一段人当中。我觉得晚会喜欢阿杰，对，我也觉得应该会喜欢阿侯阿杰。我觉得晚辉会喜欢阿华阿杰，他们应该是双向的。双向的。好吧，那来，哎呦，好乱啊！好乱啊，好乱！这是什么节目啊？没事，我们开心，我们开心就好。我们现在就剩下那个谁，鹅没有选了，他会选谁？鹅会给谁？晚辉。绝对。行。那就晚辉吧。哇，这个地方那么密集啊！这几个人感情好乱啊！天啊！我怎么没看出来他这么招人喜欢？你会喜欢这个男生吗？我会喜欢波波。你呢？我也是波波，但没人喜欢他。那其实我们3个人都没有喜欢他，这里我们为什么确定这2个女的喜欢他？不，因为萧敬腾比较看好晚辉。不，我只看好菲儿跟晚辉。可是那个阿侯阿杰，他肯定是跟那个波波的，他肯定是喜欢波波的。你看他刚才的，他一路在试探。那要不换一下啊，去波波那边就好了。哇，男二真的好可怜啊，没有人标给他。这样看起来顺眼了是吧？好 ，OK， 来吧。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线会画出来这么的复杂。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花清香茶腥味康师傅茉莉茶清香揭晓时刻，请看。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提醒您：怦然心动20岁，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高端奶粉海普诺凯1897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指定科技补水品牌补水就用温碧泉赞助播出。百年贵族荷兰高端奶粉海普诺凯1897提醒您：怦然心动20岁，精彩继续。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高端奶粉海普诺凯1897首席特约播出。上酷喵同步看，怦然心动20岁，大屏有福利，真相更好看。期待，心里痒痒的。我觉得最刺激的是他们一块儿听，他当下的所有的反应都能够看得出来。那咱谁先去听？要从那儿拢过来吧。谢谢班长，那我去了，冲！哦，他们都听不到他说什么的。对，只有他能听到。好期待啊！有没有那紧张感？我感觉。对，我也是有点紧张。嘿，阿姐，这儿灰灰，这儿灰灰。是不是？哇，猜准了！这笑容很诡异。今儿晚上录音送给你了。一进教室的时候，我觉得你挺酷的。虽然你让我经历了一次公交车事件，但是我们还聊得挺开心的。你看他在乎这个啊。
后来晚上一起去唱歌，也挺好玩的。很高兴认识你，就有个问题想问你，就如果用2个字来形容你对我的第一印象，你会说什么呢？哦，他要立刻说出来，只有问问题的人知道是他问的问题。有趣，然后可爱。虽然见第一次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凶，但是就后来还觉得挺可爱的，然后性格也很好。哦，又猜出来了。我看了一眼，天哪！啊，他只有1票啊，波波没有选他。我是赵天浩。哇，这个像，天哪！今天这一天还是很充实、很开心的。没有想到会认识同月同日生的你，然后，我可能今天会比较害羞一些，但我觉得熟络起来以后，我会是一个挺幽默的人。然后今天在班级里面听你说你唱歌不好听，我唱歌也挺难听的，那你愿意唱一首歌吗？哦，他让我唱歌哎，那你就唱吧。现在唱吗？都可以，都可以。天哪，好霸道哦！直接回复，感觉这都是明着来的，所有人都觉得知道是谁。我不知道唱什么歌。你可以选择另外的时间唱，不急。那我改天再唱吧，好吧？都有人回应了。这是犯规吧？这个都已经在回应了。我的错。我以为你是勇敢的站了出来。哦，对哦，我不应该回应哦。这个笑了吧？苏菲亚，你好，我是阿卓。阿卓对的。我看你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你想学一学音乐乐器。今天我刚好也有带那个尤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今晚我可以找时间去找你吗？然后你能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摸下你的头发吗？就我觉得今天我对你印象就属于那种，活跃气氛很好，然后就是直接点名嘛，就明着说吗？太明了，直接报身份证号呗。然后每次说话都还蛮搞笑的，对，所以印象也挺好的。我是蛮想学，就是，哇，他好气哦！难道他选的是他啊？是有好几条吗？还有。哇，他有2个人。哇哦！其实今天见到你，感觉你还挺可爱、开朗的。哎呀，哦，很感谢你今天能带我出来逛街吃好吃的，也谢谢你能选择了我吧。这不是逛街的时候毫无互动吗？对呀。就是我的学历可能不如别人那么好，然后我也没有在一线城市生活过，就没有那么多的经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会介意嘛。假如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会选择我吗？哇，好冷静的反应。就是我觉得
硬性条件并不是完全能代表一个人全部的，所以我觉得，就如果还有下一次机会的话，还是可以一起玩这样子。这问题好有深度啊。其实这男生有点自卑，他说我学历也没有那么高，没有在一线城市生活过。我觉得看起来一线就好。对，就你从哪儿来的没关系，你是什么哪个旮旯儿，这没事儿。英雄不问出处。对，这个真的跟没有关系。他们是一个一个人去听哇，那有人会听到空的。天哪，我好上头哦，我现在。没声儿，哇，他不会是空的吧？这个好严肃。空的吗？他是空的吗？这么惨烈吗？哇！哇，这好失落，这个太失落了。我去安慰他，我去安慰他，我要去找他。现在，哎，回应一下。你不回答？你不回应一下吗？想跟你讲这么长的话。就好呀，就好呀。好呀。对呀，就好呀。Hello， 首先我觉得就是今天你是第一个坐在我旁边，然后变成我同桌的人。有。当时觉得就是有人在我旁边可以一起说说话，还蛮开心的。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应该没有阿杰他的幸福，我会选阿杰吧。那所以，我今天想问你，你要选一个，好感度是最高的一个女生的话，你就坐在她的旁边好了，就听完这个录音。哦，看他坐在哪里。好神秘啊！好神秘啊！太神秘了。会。但人家都说回应是要先说一段话，然后再回应那个问题的。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是吗？他给你录了这么长，你就会好的。所以他正主应该没，他肯定空了。好兄弟，先别听，先别听。Hello， 阿卓。Hello， 阿卓。我本来我以为我不会喜欢你这种性格非常活泼的男生，但是今天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还有你弹尤克里里的时候，都挺吸引我的。所以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在我们3个女生里面，你现在对谁最有好感呢？女人的心真难猜呀。太难猜了。这个问题吧，可能我觉得第一天大家见面，可能相互都不是很了解。我觉得如果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这个答案。拒绝了吧，挺有种啊他。我觉得他就是不会说话。他
他喜欢那个女生。他喜欢哪个呀？他喜欢菲儿。啊，对。他想坚持自己所想的。对，你看这个男的还真的挺可爱的。你想一想，我们有4个男生，所以有一个人会收到2条，会有一个人收到。这是什么数学呀？班长，这班级废了。有一个人会收。那肯定是晚会没了。不见得哦。我就听了。空的吗？哇，是他没有收到。我刚刚说什么？所以喽，不礼貌。他肯定很失落，因为当然从头到尾都在一起。完了。好了啊！好了。他整个班长没有。脖子都红了。哎，他一定很难过，你知道吗？我太难过了，这个真的太难过了。是我的话，我会哭哎。我俩同一天生日，好巧啊！我还很喜欢刘备。我特别喜欢那个。你喜欢走左边吗？我喜欢走左边。哇，这女的有点东西，我只能说有点东西。这个女孩肯定特别浮动，我刚刚说。但我觉得这个女孩挺有勇气，因为大家把她们真的架得太高了，第一天何必呢？哇，我们俩真是丽丽也很聪明。我是张浩鑫，就是雅雅。我是张浩鑫，就是雅雅。什么？你们俩有接触吗？我不知道你收到这个留言会不会非常的惊讶，但是我今天就是也是这次旅行的第一次留言，就想留给你。他就在远方，他还在那边开心的踢脚，你却留给了别人。你是最后一个进班的，然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是觉得莫名的亲切感。后来我们巴士选座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心里有期待过你会不会来邀请我一下，不过虽然也没有啊。哇，那个暴龙快爆炸了！恐龙，他现在已经变成暴龙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你，如果再重新给你一次邀请女孩子的机会，你会选择我坐在你旁边吗？如果你觉得会的话，你就过来摸摸我的头。过来！哎，你敢摸？不是。如果不会的话，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别笑。这个有点没想到，有点没想到，就是尤其是我看到我是没同桌的那个的时候，也有想过，但是无言。尤其今天还是2021年3月14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可能第一天大家都不太熟吧，就是有点抹不开面儿。对，完之后呢，就这样。我说啊。
不会又走过去摸了一下吧？哇，这个手摸上去以后，房间崩了。他没有摸，他没有摸，他没有摸。哎，这男的也行，他行。看动漫吗？看，我也看。哦，对他俩住一个屋。对对对。现在可能年龄大一些，就一直都是。我跟你说，还有一些兄弟情在里面。兄弟，对。干得好，兄弟！是不是应该？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讨论啥？要不进去聊？外面好冷。进去聊吧，进去聊。哎呀哎呀，不好起来。别录了，别录了，太可怕了。但你别说，这个北京爷们儿还行哎。我刚才对他好感动，突然就……对我也是。他现在是我兄弟了，他现在是我兄弟。最主要是因为他有他自己喜欢的人嘛。我觉得是兄弟。我觉得是兄弟，你不懂男人。是我不懂男人。是兄弟呀，绝对是兄弟，绝对的。其他有哪一组啊？阿和阿杰选择阿卓，我真的是，哇！怎么会突然凑在一起？这太神奇了吧！就是觉得他很开朗，就我选他没有什么损失，他不选我也是一件开朗的事情。也 OK， 相处起来很舒服。对，就会有种没有负担，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哎，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女二的还挺有勇气的，人家 CP 名都取好了。是他有可能确实是真的喜欢那个婉辉，但是因为婉辉都没有邀请过他，才会就是发展成这个样子。然后他自己又想追寻自己所喜欢的，我觉得。被黛西声填满这个房间，气压好低。不过也蛮好的，起码没有让那个董安辉一整天都是过。哦，对，这样想其实真的是个大善人。对。我说的内容全部都是跟早上有关的，其实挺对不起班长。没事，你帮我跟他说，班长我对不起你就完了。欢迎来我们房间做客。等一下，我们先把不该有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我们先审判，不要这么审判我的眼神。我今天直接一个这个。来吧。我坐椅子上吧。哇，他脸一直红哎，好可怜哦。我们都坐这来吧，坐近一点，好不好？那我们把我们的拉出来。我们可以聊一聊吧。有点麻烦吧？不麻烦。你坐过去。哇，你看，难受。对。所以年轻人还挺有勇气的，就这种时候还敢这样面对面坐着，其实有点尴尬了。有什么想聊的吗？我可以抱个这个，抱个棍儿。383，怕晚上睡觉就能把它抱住。然后早上睡觉起来，两个人抱着面抱着一看，好可怜哦。他本来就挺内向的。句号王现在都头都抬不起来。真的是句号哎，你们的嘴好毒啊，给他画上了句号。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觉得第一天大家在一起都还挺开心的。对啊，
我觉得第一天应该都是就是大家接触，然后，哎，终于对视了一下。哎呦，然后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恐龙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 Q 一下嘛。但这种时候的安慰难道不会更让人难受吗？对吧？其实应该让他们俩单独聊的，需要他跟那个女生单独说一下。对。那我觉得恐龙可能来的第一天他有一点紧张，然后话比较少。没有发现阿卓他一直好像在做那个群体的粘合剂，把大家搭在一起。我蛮喜欢他的。班长，没事，你活跃起来就好了。就开心点，也不用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这只是一个，我们就当做是一个小了解的机会，小游戏吧。对，因为才第一天。大家是不是有一点累了？咱早点收拾吧。我们撕一下笔记本吧。走吧。明天是春光园游会春日派对的第一章，从游乐园开始。哇，我们要去游乐园。拜拜，晚安，拜拜。那我们先说，假如说我们先猜一下下一个来的会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应该是个女生，应该是平衡一下，应该是个女生。对，要不然你太尴尬了。没有想到会认识同月同日生的你。如果再重新给你一次邀请女孩子的机会，你会选择我吗？这个有点没想到。一进教室的时候，我觉得你挺酷的。因为我的理想型是更多的男生。本来我以为我不会喜欢你这种性格非常活泼的男生。如果你愿意的话，摸下你的头发吧。然后选一个好感度是最高的一个女生。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提醒您：怦然心动20岁，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高端奶粉海普诺凯1897首席特约播出。哇哦，怎么样？今天第一集有没有深受震撼？吓死！绝了！天哪！哦，可以赶紧放下集吗？好好奇啊！那很好玩啊，很好玩啊，就是猜不到才好玩嘛。看下来有一种挫败感，就因为我还挺喜欢安排的，就在脑袋里面其实已经安排了，但是全程姨母笑是真的，我现在笑腮帮子有点痛，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今天整个看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一个少年感，他们身上真的都有那种少年感。少年感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就足够的坦诚，很直接，而且勇敢，真的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大家的心态啊，这各方面的反应啊，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挺阳光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群年轻人在我们的怦然心动20岁开始之后，能在这一路的毕业旅行当中能够玩得开心。感谢大家，下期再见，拜。感谢康师傅茉莉茶独家冠名。感谢海普诺凯1897首席特约，感谢温碧泉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上会员节目《砰砰干饭人》，看嘉宾报名表，公开社死现场。搜索“怦然心动20岁”，加料纯享版，解锁爽感完整纯素人故事。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情感特邀 MCN 合作 PuppyTube 2咖话题助力伙伴，拜托了学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